为小时候其实那时候到了3年级、4年级之后，其实就在学校里面就也蛮胡闹的小霸王吧，然后所以就也到4年级、5年级之后，其实说实在就是用现在的词汇可能有点接近霸凌，但就是会欺负低年级学生，因为生小孩住校。那可是每次如果有什么重大事件，比如说打人啊、有哭的时候，当你到老师面前的时候，不管不管是当时本来还在罗罗，或是后来的青兰，或是猪猪，其实其实他们到一在处理事情的那个当下，并不是直接说就很认为说，因为你打人，所以你就只要认错，就什么都不用管，而是他们会去了解说，这个打人你是为什么会有那个想法想打人，那当然就也不用担心你的想法是不是要说服他或者什么，就只单纯讲出来，有时候可能就真的只是觉得看看他很烦就想打，那这也就讲出来，然后对他们来讲那都是不在于说你要不要说出一个能够去正当化打那个行为的想法，而只是就是了解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做。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或者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对我来讲是蛮深刻的。对，当你能够比较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单纯去了解事实的原因经过的时候，其实，在法律这行也会有蛮受用的地方，因为很多的很多的事实，它的前因后果，你比较能够去接受跟了解。我觉得其实生小教育，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民主教育，因为它给我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多元，一个是沟通。那因为民主，你必须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个，不管是审议式的民主等等之类的，那它都是必须要透过不断的沟通，然后大家慢慢的趋同求异，得到一个共识。那从生小以前那样教，他就至少让你非常敢于沟通。那我觉得一个不具备沟通、真正意义沟通存在的社会，那他就算再多的投票，那也都是不够民主的一个民主。但第二个为什么要讲多元呢？是因为其实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就是人跟人之间，你随时随地都会被各种议题在默默的影响到，即使在你还没发觉的时候，你就被它影响到了。那因此，当你在进行民主的沟通或者是民主的投票的决定的时候，你必须要对许多的议题，即便你即便你不是处在那样的环境，或者是即便你不是那个议题直接干涉到的族群，如果你能够用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那些议题的话，那也更有助于你对于这个民主社会民主制度所愿意付出的投入以及所做出的决定。